这一集，我们的浪子杰克终于爽到了，他推倒了 DEA 女特工苏珊，还准备化身豺狼，千里狙杀仇人奎因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《侠探杰克》第3季第7集。上一集杰克暴露了身份靠着强悍的战斗力杀出一条血路，但现在呢，他们的调查就陷入了死胡同。苏珊带着杰克去探望了一下特蕾莎的奶奶，眼睛雪亮的老太太一眼就看穿了两人之间的暧昧，真的是神助攻。这时候我们看到特蕾莎的照片，就冲着颜值，杰克你一定要救出特蕾莎。两人也向奶奶立了 flag， 一定会救出他的孙女。另一边，杰克的好助手法妹盯上了一个男人，也就是上一集派出杀手的寇斯。他果然认识奎因。法妹一番威胁之后，对方说出了关于奎因的罪行和情报。现在的情况应该就是奎因要准备杀人灭口，清理残局了。苏珊和杰克开始从之前的监控视频里分析情报。曾是王牌调查员的杰克很快发现了滑点，准备一番后，杰克就叫苏珊行动。在行动之前，杰克和苏珊保证救治特蕾莎和逮捕奎因一样重要。于是下面镜头不是不好看，而是剧组没有放出来。大战结束，苏珊和杰克一起来到了衣冠禽兽的达里恩面前，他就是奎因之前的交易对象，也是杰克作战 play 的一环。达里恩呢，自然不肯轻易的配合，但杰克运用了高超的说服技巧后，达里恩就老实了，乖乖的开始了针对贝克和奎因的钓鱼计划。达里恩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，结果电话刚挂，一群 DEA 探员就走了进来。达里恩准备叫律师吧。到了交易地点，贝克来了，而前来钓鱼的呢是法妹。法妹告诉贝克是杰克派他来的，你想要活下去就得靠杰克，不然的话奎因就要把你整个家庭都灭口了。贝克虽然不满杰克，但是他对奎因真的是怀恨在心，加上这次他的耳朵也被奎因割掉了，他决定配合杰克，希望杰克保证他儿子的安全，他也会尽力查到买家和特蕾莎的下落。而此时的奎因呢，来到了一个秘密地点，这里关押着的正是可怜的特蕾莎。奎因给特蕾莎注射了毒品，这就是他控制特蕾莎的方式。之后呢，他还要把特蕾莎送给买家。而杰克那边呢，开始商量对策。以前奎因都是利用贝克这个物流专家去送货，但这次买家直接上门取货。杰克说这批武器很有可能用于大规模的美国本土恐袭。杰克立刻叫苏珊查一下航班信息，而法妹呢则关心起了杰克，还看出了杰克对苏珊动了真情。而他呢，作为杰克的老战友，自然表达了生死与共、并肩作战的想法。回到庄园，贝克发现了里奇要送给自己的礼物，十分感动的贝克和里奇说了很多，父子俩终于释怀，这是难得的温情时刻。为了里奇的安全，贝克也下定了决心，他上楼去找了奎因，汇报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开始询问真正的交易地点。奎因也告诉了他，但凶狠的奎因抓着贝克的另耳朵，威胁起了对方：你的儿子还在我手里，你给我小心。贝克转身呢就告诉杰克交易地，他希望杰克能保证他儿子的安全。而法妹呢也开始一路跟踪买家，杰克呢则准备先去侦查一下交易地点。此时苏珊叫住了杰克，他说我已经通知了 ATF， 因为苏珊觉得敌众我寡，优势在地。他是不知道杰克的能力啊。杰克有点生气，他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奎因，而不是让他绳之于法。但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去参加 ATF 会议。强势的 ATF 直接抢走篮子，根本不让苏珊与杰克参加这次行动。苏珊据理力争，但也只获得了观察权。而杰克呢，直接被气走。回到旅馆，杰克闷闷不乐，苏珊不得不安慰了他一下，但是也就这么一下，很快时间到了晚上，贝克的生日派对和交易行动同时开始。ATF 大量探员和杰克他们也赶到了现场，但是杰克呢可没有这么听话，他拿出了自己准备的大锯，准备化身豺狼，亲手去杀奎因。苏珊的劝阻无果，杰克架好大锯以后开始询问法妹，这才发现所有人都中了奎因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原来真正的地点就在庄园。第7集结束，下周我们将迎来侠探杰克第3季的最终话。